今天这个人即使有 Rotex 保险，OK，你被撞了，他摆烂不去报案，你没有办法跟他。哇，这个我就中过了咯，我中过啊。又见面了，正在看直播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 欢迎回来 Ryan， 不对，搞错了，再来。欢迎回来 Ryan 的 Test Drive 频道，我是阿豪 ATH。今天我们的形象很像那个老什么的，对，后尾还有一个吉祥物，力气。对，还记得我们上次 talk 什么吗？我们痛那个 service 车的，对。当时我们 talk service 车哦是有解决方式的，但是今天我们要 talk 的主题呢是没有解决方式的。没有啊？对，完全没有，无解。OK， 来。所以今天我们要 talk 的主题就是马来西亚交通法律大漏洞。哇，够力哦，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强制这个人民啊，当搬家的时候要立刻换这个地址。哦，这个跟我们车的东西有关系吗？有，非常有关系。什么关系 ？OK， 假设今天啊，你的车 accident，被人家撞，然后你拍到对方的车牌嘛，是不是 ？OK， 这样你去做 report。哦。啊，你拿 report 去 JPJ search， 结果一 search 到结果，哇，阿拉玛完蛋，阿拉玛 police。啊，要不然你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哦，这个人不是住在这边的。就比如可能有人是住关丹，他的地址 IC 是在关丹的，对，可是他来johor后做工，是，然后发生 accident， 然后我们找他，哎，地址在关丹。对，就这样。明白。这个是比较轻微的。OK， 这个可以理解，也不算严重。再来，我们再讲第二个，没有车险 Rotex 被撞了，责任方可以不用负责任。对咯，哎，这个真的很讲不过去嘞。你看啊，假如发生车祸 accident，A 去撞 B，然后 A 的人啊，他是犯错的那个人啊，是，他没有 Rotex， 没有 insurance， 可是 B 啊，还要自己 claim 自己的保险哦。对呀，重点是啊，警察也做不了什么东西，对哦，警察最多开他33000块。所以假如那个 B 啊，他的车是5年内都没有发生任何车祸，他已经有55%的 NCD 了，过后给那个没有 Rotex 没有保险的人撞到，他的 NCD 就崩到完了。是，造成了哦，其实那个人哦觉得，我可以不用买保险啊，我摆烂啊，反正我撞到那个人，我只要还那个300块钱，警察3万我300块钱，没有 Rotex 保险，对咯，就算了哦。哇，我觉得这个不行哎，这个要坐牢啊。啊，对，这个我想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是说啊，今天他抓到你没有 Rotex 保险的话，直接抓你坐了半年，你看会不会有人不敢买？对咯，我觉得这个 Rotex 保险真的太重要了，它不仅是保护自己罢了，它要保护其他公路使用者，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case 嘞。假如我的车没有 Rotex 保险，我去撞人，我不用负责他自己负责他自己。对啊，这样我不是白赚？是啊，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要去处理一下嘞，抓去坐牢啦。这个东西啊，已经是很多年了。我们这个同个年龄层拿来生到现在，我相信最少有20年了啦，都还没有改变。对咯，可能连我们父母那一辈都还是这样子。对咯，到现在最少已经有50年吧，对，都是这样子。哇，比起刚才你讲的第一个那个漏洞啊，这个漏洞够大。像你的车每一辆都买，像多辆车都买 Rotex 保险，对啊，一年还多少钱？我够力，我的 Rotex 保险1年全部加起来了，哇，够力出。是啊，但是有人就不用买哦，更何况我们还有听到有些人讲，哇，我的 Rotex 一年要4000多块，反正我不要买啦，我给人家3万，3万，然后我搞定，一次300，OK，一年中12次才3600，还是便宜过他去还 Rotex 啊，有这样的心态啊，没有错嘞，是啊，那些刚刚可能有人会听到很神奇啊，为什么会有4000多块 Rotex 有啊？我们马来西亚的 Rotex 制度是很好笑的，是跟 CC 的嘞，是啊，你的 CC 越大 ，Rotex 就越贵 ，CC 小 ，Rotex 便宜。可是它不管你的车的 size 的，也不管你的车的马力的。我们来讲一个简单的 RX7 跑车啊，1300cc，但是它 generate 出来是2600，可是它的 Rotex 只需要60块是吧？差不多1.3，差不多这样子，60到80块，跟 Saga 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你遇到一些可能旧车，它是说好像 Land Cruiser 3.5 V6 啊，还是那种4点几啊那种，哇，那种真的是出道啊。对，有时候是人家是做那些原地的，他们一定要加这种车，而且当时候那种车就是这样大 CC，
不像现在有 turbo 还是什么来把那个 CC 降低，可是又可以提高马力。以前的旧车通常 CC 会比较大，如果他们是没有钱换新车，像那个 Rotex， 你觉得现在他们还得起吗？4000多的那个 CC 的话，哇，那个排量够力的那 Rotex， 所以可能就衍生出一个心态咯。我不要还了啊，不要还了，反正中到警察来 check 的话，给3万了 ，OK 了，就算不要这样啊，给3万也是不多钱了。拿一个比方，300来讲，你一年可能中12次3万咩？没有这样衰的啦，一个月中一次，中12个月也才3600，就像你讲的一样，还是划算。所以这就是一个漏洞。等一下我们好像把这个漏洞教了一些人，等一下他们不会不会？不要讲太多了，等下讲下去就教太多人了。对 ，OK，这个我觉得还是中等的。第三个，今天这个人即使有 Rotex 保险，OK， 你被撞了，他摆烂不去报案，你没有办法跟他。哇，这个我就中过了咯，我中过啊，亲身经历，好多年前，我驾我的 Navara， 然后给一辆 Peugeot 407撞我屁股，然后呢，他跟我讲，你这个是我的 IC， 你拍照咯 ，OK， 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我们联络啊，如果你先去报警，然后我才去报警，结果只有我去报警，他没有去报警那个 Sergeant 他也有帮我找那个 IC 的联络人，找他的电话号码这些，查他的资料，可是他死都不要去报警。对啊，然后我的 NCD habis。对，还有一点其实很多人不懂在马来西亚其实发生车祸只要你不愿意的话啦，其实是可以不用给对方拍 IC 来生的。OK， 这个是，这个是很多人不懂的。其实这个就是隐私权。对，这个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隐私啦。对，隐私权应该叫做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人权。回到重点，所以变成来讲的话，他不报案，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我就有去问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之前在做 adjuster 的人嘛。我就问，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单方面我 claim 他？他讲以保险的 law 来讲正常情况啦，就是必须要有2个人的口供。你才可以 claim 到对方的保险，你没有办法单方面去 claim 到对方的车险。有没有例外不懂但是他给到我的是比较正常情况的 law 是这样子。OK， 这个不合理，是有漏洞，非常的大漏洞。我时常遇到很多这样子，对方摆烂不报案，他的 NCD 有55%，这样子到底是我要花钱来做呢，还是要跟我的 NCD？2个都是自己伤。对，没有错，尤其是对于一些贵车，因为保险其实是根据你的车价来定价的。如果是你家的车可能300-500千，你又把它养成了一个55%的 NCD， 哇，那个真的太浪费了如果是因为对方摆烂的话，就这样没有了。这边教一个方法啦，这个是一个比较小技巧如果是说今天你的车的 NCD 是58%，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可能你的 NCD 一年可能扣5000块，假设讲发生这样的情况，claim 掉你 NCD 刚好你家里又有另外一车，可能 MyV 你就可以，你的 MyV 是55%来讲的话，你可以把你 MyV 的 NCD 调来你的车，但是前提是你 MyV 的 owner 的名字是跟你同个人，可以这样子玩。明白，这个我也大概知道，跟买新车是一样的道理。对，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可以解决方式的方法，但是还是亏，还是会亏啦。对。相信有人会问这样子我可不可以走法律途径去告这些撞我的人，还是这些没有报警的人？对呀，法律应该要保护我们吗？可以吗？可以。现在我就要教大家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我这个总结一句话啦。自损1000，伤敌800。你可以先维修你的车子，然后今天你要去告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人撞你的车嘛，你就请律师咯。但是前提是。这个律师费、庭费，所有产生的费用，必须你先自己负责。OK。如果今天这个人摆烂法庭出了信3次，他不上庭的话，就判他败诉咯。败诉来讲的话，他就要赔偿你这个钱嘛，是不是？我问到的数目啦，不懂还没有更新是在25千以上的话，他欠你25千，如果他没有赔偿你的话，你可以跟国家银行要求把他列入破产名单。列入破产名单来讲的话，就是你要申请一些 loan 这些东西比较麻烦但是对于已经摆烂的人，继续摆烂，他对于这个破产名单，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没有拉舌了。有可能他本来就已经破产了也有可能。再来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人被告上法庭好咯，这样我还你咯，
然后跟法官求情，不好意思啦，我的经济家里有问题啦，没办法拿出这笔钱来，这样我可以分期付款吗？法官通常都是会偏向弱势人士多一点点啊。他真的是考察了这个人经济真是有问题啦。OK， 不是你嘴巴讲啊。OK， 你要提出一些证据，跟他讲我证明我的经济真是有问题。他看了你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有问题，他可能会判你这个人分期付款这样这个人分期付款可能1个月分你一个200、300，可能100。想一下，你请律师那些庭费、你的维修费先要给，对，你要先要给。而且如果那个人还那一半跑路。这样子你先还完这些钱了嘞，已经还完这些钱了，什么律师费啊、庭费啊、维修费啊，这些等等这些钱你已经还完了嘞。这样子他半路跑路的话，伤的还是你自己。对咯，哇，真的是够力耶，真的很累耶，做这些东西。是啊，到最后结果是不是自损1000，伤敌800？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就会直接算了啦，是放弃啦。所以遇到这样子的 case 的时候不管是咨询律师也好，警察也好，他们通常都会讲啦，哎呀，你自己跟自己保险就好了，自己做自己的啦，是算了啦，因为他们知道中间所产生的费用肯定是大过于你的维修费的。本来你的维修费可能是5000块，你为了那一口气，去告他，你花那些律师费啊、庭费那些东西，其实讲着得不偿失。对啊，不划算。我单单听你讲，我就觉得很累了，所以我觉得多数的人是直接放弃。是。自己通常都是自己还钱，当做自己衰了。是咯。以上是不是真的无解？无解，太无解了。所以我希望马来西亚的交通法律真的是可以改一下，保护一下这些比较负责任的人。我们这些买保险的人，买了保险，结果遇到没有买保险的人，对，结果伤的是自己，损失的是自己，没有错，又无法带任何 action 去搞这个人。是，我要出一口气，就想一下，我要花这么多钱出一口气啊。对咯，很累。所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交通法律的大漏洞，没有错。我遇到的3个比较大的漏洞啦。其实还有啦，不只是这3个而已，这3个是 Ryan 整理出来的。当然，刚刚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有想到一些是没有 license 的啦，那种12、13岁驾摩托去撞你的车的啦，那些太多了。还有一个外劳。对。讲到外劳，我最近我有朋友就是中外劳创。他是连环创，第3辆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创第2辆刚好是外劳，然后他又被创，他是第1辆，那辆车又没有license，没有 road tax 的，这样去做报案呢？然后外劳跟他讲这样子我还你一半你自己出一半哇，然后不用紧过了那一天过后，第2天，同样的 case，又有另外一个顾客也是给外劳创。够力，然后那辆车的 NCD 55%，哇，够力啊！不过外劳是有赔偿他那个 NCD 可是不爽了吗？是啊，好好的车给你撞了，就不爽了吗？是啊，对不对？像以前比较多巴基斯坦的时候，我还看过巴基斯坦驾车做生意的。是吧？我一般上看到的都是骑摩托的比较多，外劳啦。是啊，骑脚车的也有啦。骑脚车那个没有关系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今天要 talk 一 talk 的主题啦，所以希望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可以做一下调整啊。他应该不会看到这个 video，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看到。他看到过后，他可以知道，其实我们面对的东西是多么的不公平，对于我们这些负责任的人更加不公平。对，好啦，今天主题就到这边了。你觉得今天的主题如何？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够力，一流，太重要了。我相信马来西亚人一定很多受害啊。如果你也是受害者之一，或者你曾经有发生过这样子不愉快的事情，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讨论，可能我们可以延伸出第2部关于这样子的影片，我们来告诉大家，马来西亚的这个陆路交通管理局到底有没有照顾一下我们要照顾我们好不好？或者是你有遇过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处理方法，帮你解决到问题的？对，像是之前我拍过那摩托的很多人告诉我方法。对，因为看我们的影片其实很多神人，对他们经历的东西真的会比我们多，所以他们有很多新的意见，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对，不仅是给我们意见可能有很多其他有看这一部影片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要怎样解决这些疑难杂症就是一个很好已经处理好参考的方式让我们分享给其他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一部影片可以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也一定要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当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啦，我的频道还有阿豪的频道，记得把它订阅下去。
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没错，我是阿豪 ATH，我是 Ryan Tesla Ryan，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Goodbye。Goodbye。